大家好，這裡是樂道中醫播客。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是辨決定痛、通脈固元、靈樞訣病東的急症診療與生死博弈。你先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，就是你現在正坐在辦公桌前，瘋狂地趕一個馬上就要到期的項目。壓力極大的狀態。對，壓力極大。然後突然之間，一陣劇烈的頭痛，毫無徵兆的就砸下來了。或者說，胸口覺得一陣非常難以名狀的憋悶，甚至耳朵裡可能還會突然爆發出那種，極其尖銳的高頻嗡嗡聲。沒錯，在這些瞬間，其實你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在想，我是不是該趕緊吞一顆止痛藥，或者覺得那個可能就是太累了，周末補個覺就能請過去。這是絕大多數現代人的真實寫照，但實際上，你的身體在這個時候正在瘋狂地向你發送極其重要，甚至關乎生死的亂碼信號。所以今天我們要帶你來一次深度的探索，我們要解開身體這些急性疼痛背後的亂碼。這確實是一次對生命底層密碼的破譯。在我們中醫急診醫學的漫長歷史中，有一個堪稱巔峰的核心概念，叫做訣。今天我們要弄懂的不僅是這些突發急症背後的底層邏輯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要教給你一套在關鍵時刻能救命的黄金自救法，還有一條絕對不能跨越的生死判別線，對吧？是的，生死判別線。那我們先來拆解一下“訣”這個聽起來有點嚇人的字。很多人聽到“訣”，第一反應就是影視劇裡常演的那種暈厥。覺得他就是簡單的突然昏迷，或者是冬天到了手腳冰冷。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認知誤區。在臨床實戰中，我們對厥的理解始終緊扣着4個字，就是氣機逆亂。氣機逆亂，沒錯，它的核心是氣逆相連，是氣機極其粗暴的上衝。如果把你的身體比作一台精密運轉的計算機，那麼厥就像是系統底層能量流的嚴重報錯。也就是說，能量去到了它絕對不該去的地方。對，原本應該乖乖往下走，或者在經絡裡平穩運行的氣血，因為某種強烈的刺激，硬生生的完全不受控制的衝向了你的頭部或者心胸。哇，這就好比本來應該是涓涓細流，結果突然變成了倒灌的洪水。就是這個意思。因為古人認為人體的3陰3陽對應着天地的6氣，5臟對應着5行，把人體看作一個微縮的生態系統。一旦你遭受了極端的壓力或外邪入侵，體內的天氣系統崩潰了，精氣和5臟就會發生這種厥逆。我懂了，氣發生了厥逆，直衝頭部，就會引發劇烈的厥頭痛。如果是臟氣反噬心胸，就會引發厥心痛。這麼一說，這個厥離我們的生活一點都不遠。你回想一下，當你和別人大吵一架，極度憤怒的時候，或者面臨極大的工作壓力，連續熬夜的時候，是不是會感覺有一股熱血直接往腦門上湧，甚至覺得頭皮發緊，兩眼發黑？對，這就是厥在生活中的微小索引。氣血沒有按照既定的路線運行，而是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往上衝了。但你要知道，這種微小的縮引如果不加干預，往往會演變成關乎生死的重大命題。這就引出了我們今天最關鍵的部分，關於心胸痛的鑑別。這個確實需要重點說一下。接下來這一點，我們需要極其嚴肅地向你剖析。這是一條生死線，也就是真心痛與厥心痛的天壤之別。大家一定要仔細聽。在臨床急症中，一旦遇到真心痛，這是必死之症，是絕對的死後。靈樞裡對它的描述簡直是字字見血：手足輕至節，心痛甚，旦發夕死，夕發旦死。早上發病，晚上就會離世。對，病人的手腳會發青發紫，而且一直蔓延到關節，伴隨着極其劇烈的心痛。這是因為邪氣已經直犯心臟的本源，生機斷絕了。剛才提到的手足輕至節这種指腳和手腳發紫的現象，放在今天的重症醫學來看，其實有着非常清晰的對應。這其實就是現代醫學裡極其凶險的急性心肌梗死合併心源性休克，完全對應。當冠狀動脈發生大面積堵塞，心臟的泵血功能骤降，机體為了保住大腦和核心臟器的供血，
會啟動一種極端的自誘機制，丟速跑車。沒錯，就是極度收縮外周血管。這樣一來，四肢末梢就會嚴重缺血缺氧，出現周圍性发干。這是古人精準觀察到的那個可怕體徵。在沒有現代冠脈介入手術的古代，這種病變一旦發生，死亡率極高。還有一種相對沒那麼致命、可以調理的痛，叫覺心痛，對吧？我在看資料的時候，發現現代神經科學裡有個詞兒叫內臟躯體反射，就是說你感覺心臟疼，可能根本不是心臟的問題。這種跨越千年的醫學契合非常奇妙。覺心痛本質上就是其他四臟，也就是肝、脾、肺、腎，還有胃腑的氣機發生了覺逆，向上承於心。它並不是心臟本身的實質性壞死，也就是說是別的地方報錯，連累了心臟。對，回到你說的內臟躯體反射，心臟的傷害感受神經纖維和我們左胸背部、手臂的體表感覺神經在脊髓的同一個階段，也就是胸髓的第1到第5階段發生了匯聚。大腦在這裡死機了，它把內臟傳遞來的疼痛信號誤判成了體表的疼痛。沒錯，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會有那種聲東擊西的痛感。比如古人總結的，如果心痛並且連着後背一起痛，感覺像從背後被人重重撞擊了，這叫腎心痛。因為腎臟的逆氣從背部上注於心。那如果是肚子脹，同時伴隨着心痛呢？那就是胃心痛，其實是腸胃裡積攢的濁氣往上頂，壓迫和牽扯引發的放射痛。明白了，理清了心臟的生死線，我們再來看頭部。頭部同樣存在真痛與覺痛的分別。大家平時遇到太多頭痛了，如果是真頭痛，是不是也極其危險？同樣是极其危險的信號。真頭痛的特徵是邪氣鑽入頭腦，腦靜作痛，整個腦子像要炸開一樣劇痛，同時伴隨着手腳冰冷，而且這種冰冷一直蔓延到手肘和膝關節，也是不治之象。對，另外提醒一下，如果在生活中因為重摔了一跤，頭部受了外傷，有惡血流內，或者是那種被極度風寒侵入筋骨的大臂頭痛，這種情況下絕對不能盲目去遠端取穴，必須立刻尋求專業的醫療干預。把這些危險情況排除掉之後，我們日常碰到的絕大多數讓人痛不欲生的頭痛，其實都屬於覺頭痛。為了讓你更好理解，我們把這種由於氣機逆亂引發的頭痛比作你家裡的房間跳閘了。這個比喻很形象。當房間跳閘嵌入黑暗的時候，你不能只是盲目的去砸牆，你得去找到對應的那個電閘箱，把開關推上去。順着你這個跳閘的比喻，我們來看看古人這套超前的經絡全息定位法是怎麼運作呢？只要根据痛的位置，就能找到那個跳閘的開關。我們分3大類來看。第一種情況，前額痛。很多人腦門前額痛，甚至連着眉骨、牙齒一起痛，感覺整個臉都腫脹心煩。這在中醫裡叫陽明胃經受擾，恰恰對應了現代醫學中三叉神經分支支配的區域。第二種，偏頭痛，太多現代人有這個問題了，只痛一邊，連着耳朵和太陽穴突突地跳痛。這是少陽膽經氣逆，少陽之上，向火主之，火氣上衝，對應的正是三叉神經的上合支和下合支區域。第三種，後腦勺痛，感覺不僅後腦勺痛，還連着整個脖子、後背、腰脊都發緊僵硬。這屬於太陽膀胱經受了風寒，太陽經脈從頭項一尺往下走，逆氣上衝，就會拉扯向背。在現代醫學裡，這完美對應了枕大神經的支配區，也就是常說的頸源性頭痛。既然我们已經學會了怎麼去分辨這些跳閘的區域，接下來我們要教你一套隨時隨地可以用的黃金自救與分流術。不管你現在是在通勤的地鐵上，還是在辦公室，只要方便，你現在就可以跟我們試着找找這些位置。但是在動手前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流警告，特別是針對心胸痛。對，這個絕對不能開玩笑。聽好，如果你或者身邊的家人突然出現極其劇烈的，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在胸口那樣的壓榨性胸痛，並且瞬間大汗淋漓，甚至手指開始發紫，
疑似真心痛的症狀。絕對禁止亂按任何穴位，也絕對禁止隨意走動，必須立刻原地平躺。如果有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，立刻含服，同時馬上撥打120。這時候去亂按摩，就是在給破損的心臟加重負擔。記住，千萬別亂動。那如果是剛才提到的厥心痛呢？就是胸口悶痛，但是手腳是溫熱的，往往還伴隨着打嗝、肚子脹氣。這說明內臟並沒有壞死，只是氣機痙攣了。這個時候，你可以用力按揉你手腕內側的內關穴。大家可以找一下，內關穴大概在你手腕橫紋向上3橫指距離的正中間，你可以用力去按壓。也可以讓別人幫你按揉後背正中線的至陽穴，用力按揉1到2分鐘，你會感覺到一種強烈的酸脹感。這種強刺激能迅速打破痙攣狀態，緩解胸悶。好，接下來是針對頭痛跳詐的循經靶向緩解術。如果你正被偏頭痛折磨，太陽穴跳着痛，這個時候你不要去敲頭，你可以坐下來，用雙手的拇指順着大腿外側，從大腿中間的风市穴一直用力往下推，推到膝蓋外側下方的陽陵泉穴，順着推10到15次。這其實是在把膽經鬱結的氣火硬生生地引下去，被膽經泄洪。那如果是前額痛呢？腦門連着眉骨通，你可以用極大的重力去掐按你雙手的合谷穴，也就是虎口的位置，或者腳背上的内庭穴，這能迅速疏解陽明經的逆氣。明白了。如果是後腦勺連着脖子痛，最管用的方法是用一條熱毛巾直接熱敷你的後脖頸、天柱穴附近，同時用雙手掌心快速摩擦你的後腰，也就是肾俞穴，直到整個腰部發熱發燙，以上一下把气血一通，後腦勺那種被拽住的痛感就能緩解。沒錯，其實除了頭痛和心痛，還有一種急症也是現代人特別高發的突發壓力性耳鳴。長期高壓工作會引發自主神經的風暴，導致內耳微血管劇烈收縮，缺血缺氧。在中醫看來，這就是極度的氣機逆亂，對吧？對，肝膽之火帶着逆氣直衝耳竅，引發了暴聾。這個場景太真實了。你為了一個項目熬了2個大夜，剛合上電腦，突然耳朵裡一陣極其尖銳的高頻長鳴，或者那種低頻的嗡嗡聲。這時候千萬別慌，我們教你一招叫壓力熔斷法。一旦出現這種情況，立刻脫掉鞋襪，光腳踩地，深呼吸，然後用大拇指找到腳背上的太衝穴，用極大的力量向腳尖的方向去推10次算一組，重複做2到3組。這個太衝穴其實就在大腳趾和二腳趾交界處的後方，用大力氣去推，感覺有點像強行拔掉高壓鍋的氣閥。這叫強制系統熔斷，把瘋狂上衝的肝膽火瞬間拉回下肢。如果只是輕微的日常耳鳴，平時多按揉一下耳朵前面的耳門穴就可以了。剛剛說的這些，不管是分流急救還是壓力熔斷，都屬於發病時的緊急干預。但我們都知道，中醫的精髓在於治未病，也就是日常的通脈與固元。對，如果你平時就是一個容易氣血上衝、容易發火或焦慮的人，日常就要提前做好養護，可以多按揉腳上的太白穴，它是脾經的穴位。還有手上大拇指根部肉後處的魚際穴，屬於肺經。脾和肺，把這2個樞紐打通，就能很好的疏解胸中悶氣。另外，在季節交替的時候，也是氣血最容易逆亂的時候，務必要注意保暖，別讓風寒侵襲經脈。還要警惕過度勞累、情緒的大起大落和熬夜。當然，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提醒。如果你的急性疼痛經過這些處理後持續不退，或者出現手腳發涼、耳鳴加重的情況，一定要及時就醫。現代醫學的檢查配合中醫的調氣通脈才是最穩妥的。聊到這裡，我們常常把身體的疼痛當成敵人去鎮壓，但靈樞訣病告訴我們，疼痛其實是氣血在向你求救的信號。當你下一次感到劇烈頭痛或胸悶時，試着不要急於對抗，而是靜下心來去讀懂身體究竟是哪裡出了逆亂。這種對生命內在秩序的覺察，也許比任何止痛藥都更為深刻。這裡是樂道中醫，每一次聆聽都是一次療癒。下期我們再慢慢聊，再見。